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天国2古登堡9阶喷泉的水其实是从城外数公里远的一处地泉来，你会相信吗？我相信每位玩家的亨利都对9阶广场的喷泉水源一直好奇不已。那么今天 Gavin 就将和大家一起再次回到古登堡，来场顺藤摸瓜式的实地调查，共同揭开9阶喷泉背后水源的秘密。我猜小伙伴们此时一定满脸问号，不过先别急，在正式开始调查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先补点背景知识，聊聊古登堡当时面临的水危机。我们都知道古登堡是在银矿矿脉之上建立起来的一座宏伟城市，但如果我们再稍微了解下古登堡的建成历史，就会发现最初在瓦茨拉夫2世统治之前，古登堡呢只是一个围绕采矿而形成的临时聚居点。后来随着采矿业的规模扩大，这个聚居点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座规模庞大的矿业城市。不过随着银矿热的兴起，采矿业的无序扩张，古登堡地下纵横交错的巷道网络导致地下水系呢受到了严重扰乱。随着挖矿的深度不断加深，密集的巷道网络改变了地下水的流向，结果地下水被引至矿井深处，有的甚至被排出了地表。整座城市的地下水位开始迅速下降，井水也随之干涸，饮用水的危机就随之出现了。而且如果大家细心观察，在古登堡城南河流附近修建的排水巷道和巷道深处的积水，也是从侧面还原了当时因无序采矿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那么面对迫在眉睫的饮水危机，政府当然也不能坐视不管，毕竟相比银矿，饮用水才是一个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命脉，必须得尽快解决掉没水喝的问题才行。大伙儿可能会想，不对城市周围不是有河吗？直接从河里调水不就得了？你开头说的什么地泉饮水不合逻辑这不舍近求远了吗？大伙儿先别急着反驳，我想先请小伙伴们回忆一个细节，是否还记得古登堡城南那遮天蔽日的滚滚浓烟，或者城南河对岸沿河分布的一长串的铁浆坊、木材厂和烧炭窑？如果大家再稍微留意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作坊基本都会把废水通过排污渠排入河中，而且河岸边还到处堆积着各种矿渣。对，没错，就是工业污染。河里的水质早被这些富含重金属的工业废水污染的差不多了，想喝也喝不了，更别提城墙根下的垃圾堆也会将病菌等微生物通过雨水冲刷带入河中，即便是通过简单的过滤和煮沸也无法直接饮用，保不齐喝完就会生病。而且在中世纪也没办法像现在一样启动过抽水泵，机器一响水就直接抽上来了。虽然我们在游戏里见到过那种水轮车，好像水轮车搭配水槽在技术上也能勉强做到，但对于古登堡这样规模庞大的城市，建造如此庞大的水轮调水系统，它的工程规模和投入的建造成本可以说是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预期，在中世纪已经算是个超级大工程了。不然真要等到水轮修建起来的那天，也许城里的人都逃光了，对吧？你看，看似舍近求远的远程饮水，其实是被污染逼出来的理性选择。那这个远程饮水到底是怎么个饮法？9阶喷泉的水源到底在哪？好，咱们的实地调查这就开始。如果大家细心观察河边工坊或者附近路边的木质水管，就会发现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依靠重力将水从高处向低处，而且还知道通过木质水管来解决地下输水的问题。所以有了重力引水的思路和负责输水的木质水管，那么接下来只要找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干净稳定的水源，那么远程引水就可以实现了。当然水源也不能离太远，是吧？ Want to go to the Trotsky region? 那么首先水源的地势一定要高于古登堡才行。如果我们此时打开地图，仔细观察地图上的河流，就会发现
库登堡城西的大片区域的河流都是西部发源，然后流向库登堡方向，那说明西部整体地势要相对较高，那么合适水源的位置大概率就在库登堡城西的区域。如果我们再打开游戏的典籍或者查看官方 wiki， 找到比兰尼的对应词条，就会发现上面提到比兰尼村庄附近的圣阿达尔贝特之泉自中世纪开始便通过木质管道为整个库登堡提供水源。哦，那水源好像已经找到了是吧？有没有眼前一亮啊？好像答案就在眼前，但又感觉哪里好像不太对。词条里只说了比兰尼为库登堡提供水源，但也没提到为九阶喷泉提供水源啊。而且在库登堡城西只有一大片草地和树林，也没发现木质管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划重点了啊！那么接下来我来为大家补上这谜底的最后一块拼图。词条里提到比兰尼村子附近的圣阿达尔贝特之泉为库登堡提供水源，但也没有再给出更多信息。看来啊，此处的圣阿达尔贝特之泉就是关键线索。那么顺着这条线索，我最后竟然在捷克的一个旅游网站里找到了最终答案。网站提到库登堡雷斯科沃广场上的12边形的石砌喷泉，它的水源正是通过一条 2.5 公里长的松木管道，将比兰尼附近的圣阿达尔贝特的地泉水引到了喷泉处。而游戏里的9间喷泉的位置和现实喷泉的位置也大体一致，均位于库登堡城西。那说明游戏里的9阶喷泉正是对现实里该喷泉的原型复刻。另外我还专门数了一下边数，10:12，大差不差，当然啊也不能太像，否则游戏就侵权了。那么比兰尼附近的圣阿达尔贝特之泉在游戏中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游戏地图也没有标注。不过如果你此时恰好打开了现实中捷克比兰尼的地图，就会发现现实中的这处地泉就位于比兰尼的西北方向不远处。那我们再回到游戏地图，在大概相同的位置尝试找下，就会发现它正位于比兰尼西北方向的神龛的这个地方。当我们来到神龛的位置附近啊，就会发现神龛前面正是流淌着潺潺泉水的地泉，附近还有棵大树。来，再对比一下现实照片，现实中也是泉水左边是一棵树，右边是个小神龛，而且泉水居然流到现在还没断。我不禁想说，制作组真的疯了，对现实细节的还原程度简直逆天啊！那么那条为库登堡输送泉水的木质管道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游戏里也同样没有任何参照。按照之前的思路，你又打开了现实地图，发现在比兰尼的东北方向的树林附近有一段标有捷克语这个单词的通道，而这个捷克语单词正是引水道或者输水桥的意思。按照制作组硬核还原的一贯操作，在游戏中比兰尼东北方向的对应位置，我们尝试仔细找下，那么大家就真的会发现有一段引水渠就静静地躺在树林里。What？ 嘿嘿，我当时也是这个表情。而一段来自布拉格水务管理公司的网站资料也显示呢，修建这个输水桥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把来自比兰尼的泉水通过这个输水桥跨过下面的河谷凹地，来维持重力引水所必要的高度差。这也是游戏里为啥输水管道只能发现地面上这么一小截的原因。此刻你是不是一边赞叹藏得好深，一边又觉得这一切既疯狂又合理，居然能把一个游戏还原到这种程度？你有病！所以啊，大家后面在库登堡集市看到的小水管，以及东边下城区的集水池，也就不会奇怪和纠结水源到底在哪里了。因为啊，它们都和9阶喷泉一样，在地下共享一个供水系统，而水源正是比兰尼附近的神龛地泉。怎么样，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如果你坚持看到了这里，那么恭喜你，我就再送你一个小知识彩蛋，同样也是关于日常用水的。那么你知道眼前的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吗？
其实啊，它叫洗手台或者洗漱台，经常出现在贵族家里。因为啊，在当时洗手不光是一种避免疾病的防护手段，也是一种社交礼仪。尤其在贵族和宫廷的宴会等礼仪性场合，在客人来访时，仆人和侍从就会负责为宾客倒水洗手，而且水中啊还会加入香料来调香。是不是感觉赚到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哦。我是盖文，我们下期见。